你知道蜘蛛侠为什么叫彼得·帕克吗？作为漫威漫画的代言人，他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丰富。50多年来，蜘蛛侠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之一，并在数千万粉丝中赢得了声誉。无论是角色的创造，还是成名之战，都值得一提。为了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感，我最近整理了大量素材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进入主题。时间回到上个世纪，蜘蛛侠的形象是由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虚构出来的。没错，他就是斯坦李老爷子。最终联合传奇漫画家史蒂夫·迪克特，将虚拟变成了现实。当时斯坦李建议，这个英雄应该要面临经济问题，在成长的道路上还会碰上许多挫折，而且超能力是通过放射性蜘蛛获得。不过很可惜，如此完美的想法，最终被漫威影业的负责人马丁·古德曼拒绝了，并声称这是听过最糟糕的想法。他觉得应该像钢铁侠那样，出身贵族，青年时期顺风顺水。但斯坦李还是义无反顾，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。在1962年8月，蜘蛛侠第一次出现在漫画中，这次发行成为了漫威最成功的畅销书之一。最离谱的是，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非常喜欢，就像被着了魔一样。最终，他在全世界售出110万美元。要知道，当时是在1962年，这个销售额可以算得上是天价了。直到1963年3月，斯坦利和史蒂夫又推出了新的漫画系列，很快就成为了漫威工作室最赚钱的项目，而且还广受读者欢迎。如此完美的结果，导致漫威的负责人啪啪打脸。不过以目前的眼光来看，你是喜欢钢铁侠的形象，还是蜘蛛侠呢？你知道蜘蛛侠为什么能成为如此难忘和独特的超级英雄吗？彼得·帕克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熟悉。他从小父母早逝，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。如果不是科学展览上发生的那件事儿，也许彼得·帕克会过着平凡的生活。在被放射性蜘蛛咬伤后不久，他发现自己获得了超能力，就比如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和敏捷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，以及大家熟悉的危险预知能力等等。其实就算没有这个蜘蛛咬伤事件，彼得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他是一个天才，几乎与托尼和班纳一样伟大，擅长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，在质量和机械方面也是顶尖。他甚至有足够的资源来组装蛛网发射器，并且很快就掌握了如何使用。不过有一次，他无视了逃跑的小偷，这也意外导致本书死亡。从此，彼得意识到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在换上蜘蛛侠服装后，他变成了一个勇敢的英雄，不仅善于运用蜘蛛感应和蛛网，还擅长精神力量和良好的幽默感。与蝙蝠侠一样，蜘蛛侠也树敌无数。出现的第一个敌人是变色龙，其次是秃鹫、章鱼博士、蜥蜴人等等。这些反派角色在漫画系列发行前3年都有出现，但其中最著名的是蜘蛛侠与超级反派毒液的冲突。当然，除了这些敌人，彼得·帕克还遇到了许多女孩，比如我们熟悉的格温斯黛西，还有菲利西亚·哈代和玛丽简。说了这么多，原来蜘蛛侠才是真正达到了人生巅峰。既能有如此惊人的现象，那么这个角色肯定也不会被影片忽视。从1967年到1970年，第一部蜘蛛侠动画在电视中上映。在节目中，观众第一次听到了关于蜘蛛侠最著名的神曲。1972年，漫威漫画团队系列问世，在这里，蜘蛛侠开始与绿巨人和神奇四侠以及其他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合作。不久之后，编辑杀死了神奇蜘蛛侠的一位重要角色，没错，就是格温斯黛西。虽然这一幕堪称经典，但得到了许多读者吐槽。至此，漫画系列的白银时代以一个悲剧结束。你知道蜘蛛侠的历史吗？时间回到1977年，第一部真人连续剧《神奇蜘蛛侠》在电视上播出。尽管该剧获得了很成功的收视率，但还是在播出13集之后就停播了。接着在1994年，福克斯播出了一部由斯坦李和阿拉德导演的新动画电影，该系列广受欢迎，并在2000年初延续到了第5季。然后就是2002年，山姆雷米蜘蛛侠横空出世，其中彼得·帕克由托比·马奎尔扮演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他仍然是当今最优秀的蜘蛛侠。接着在2001年，制片方又发布了现代漫画，其中有一个系列的标题令人不安，没错，就是蜘蛛侠之死。当时这位超级英雄同时与6个反派战斗，最终死在了玛丽简的怀里。同一年，作为彼得·帕克的继任者，迈尔斯重新回到漫画世界，然而他只是在另一个宇宙取代了彼得。直到2018年，以平行宇宙为主题的蜘蛛侠动画电影在大荧幕中上映。回到2012年，索尼重启了该系列，不过彼得·帕克是由加菲主演，导演也换成了马克·韦伯，剧名更换为超凡蜘蛛侠。结果我们也知道了，虽然2部电影票房都有7亿多美元，但对于蜘蛛侠系列已经算是最低的，而且当时差评满天飞，因此索尼决定关闭该项目。这操作让隔壁漫威坐不住了，毕竟蜘蛛侠是漫威漫画的代言人。随后两方达成合作，最终在2016年，彼得·帕克在美队3内战中出现。
到目前为止，荷兰弟已经第5次回归大荧幕，并且在2022年将要开启第6次回归。看到这里，我们才明白，蜘蛛侠之所以能成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最喜欢的英雄，靠的其实不是套装，也不是超能力，而是他对待事情的态度和个性，还有爱开玩笑的性格等等。他的一切行为举止和所有的青少年一样，人类常见的悲欢离合对他来说并不陌生，每个人都可以和他有一些共同之处。这就是为什么友善的邻居蜘蛛侠会一直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和榜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可以，希望你能喜欢这个视频，关注我，下期会带来更精彩的解说。